冰糖买白的还是黄的？这个问题看似平常，却难倒了不少人在超市糖料货架前。有人说白冰糖纯净甜美，有人坚持黄冰糖天然滋补，到底哪一种更好？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，一起听听制糖厂老员工透露的真相。看完以后，你就能明明白白选择，再也不会买错了。首先，让我们从童年说起。许多人小时候都有过对糖果的美好回忆。那个年代物资没现在丰富，能吃上一块糖都是甜滋滋的幸福。我记得小时候，家里偶尔会买一大块黄冰糖，晶莹剔透，却带着淡淡的金黄色，看着像块小琥珀。大人们舍不得让孩子乱啃，只好拿出小木锤或用菜刀背，咚咚几下把大冰糖敲成碎块。我和小伙伴们分到一小块糖渣，都要含在嘴里，舍不得咬，甜味在舌尖慢慢融化，那种满足至今难忘。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，各种糖果点心层出不穷，反而很少有人直接当零食啃冰糖了。不过冰糖依然是厨房里的常客，煮糖水要放，炖汤要放，炒糖色做红烧肉也要放。一块小小冰糖常常是提升菜肴风味的点睛之笔。然而，每当我们去买冰糖时，总会发现有两种颜色，一种洁白晶莹，另一种淡黄温润，同样标着冰糖。为什么颜色差这么多？买哪种才对呢？有些人习惯性的抓白色的，觉得白冰糖看起来干净纯粹；也有人专挑黄色的，认为黄冰糖更天然没添加，滋补效果更好。一时间众说纷纭，让人摸不着脑。其实这背后大有门道。我们请教了一位在制糖厂干了一辈子的老员工，他不经意间透露了内情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把白冰糖和黄冰糖从里到外比较个透彻，揭开他们的身份之谜。准备好了吗？第一步，揭秘制作工艺。冰糖虽然只是糖的一种形态，但白冰糖和黄冰糖在制作流程上有明显差别。黄冰糖其实又称为土冰糖或老冰糖，制法很传统，沿用了几百上千年的古法，它的主要原料是新鲜的甘蔗汁。想象一下，在甘蔗产区的糖房里，工人把切碎的甘蔗榨汁得到甜甜的甘蔗汁液，然后倒入大锅开始熬煮。古老的方法没有太多花俏步骤，就是不断加热浓缩。当糖汁慢慢熬煮变得粘稠，达到一定浓度后，工人会把它盛入一个大盆，耐心的养精。养精就是让糖液静置冷却，慢慢结晶成固体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传统师傅常常会采用一种掉线结晶法，在糖液中旋掉一些洁净的棉线或细棒，作为结晶的核心。随着时间推移，糖分子沿着棉线聚集，形成一颗颗小晶体，再逐渐长大，彼此连结成块。我们吃到的黄冰糖往往是一大坨不规则的结晶团，里头还可能隐约看到一缕纤维。没错，那就是当初作为晶体支架的棉线。别担心，那棉线是干干净净的食品棉线，不是杂质。用线种糖是老祖宗留下的智慧工艺，目的是帮助糖晶长得均匀又牢固。整个黄冰糖制作从熬糖到结晶，往往需要足足7天左右，可谓慢工出细活。因为没有额外的精致提炼步骤，黄冰糖结晶时还残留了甘蔗汁本身的色泽和成分，呈现出自然的淡黄色。这金黄的色调可以说是甘蔗献给冰糖的原色，所以黄冰糖的颜色就像古法红烧肉慢慢卤出的酱色，是天然熬出来的，不是染色的哦。古代没有现代化学漂白手段，制出的冰糖大多带点黄或淡棕色，甚至微微发灰，这都很正常。唐宋时期，人们把这种糖叫做糖霜或糖冰。据说在唐朝大历年间，四川遂宁有位名叫周和尚的匠人发明了这种结晶法，被后人奉为糖霜之祖。可见中国人制冰糖的历史相当悠久了。那时候的冰糖就是如今的老冰糖，块头大而色黄。再来看看白冰糖。白冰糖其实可以看作是在黄冰糖基础上的升级再加工产品。随着制糖技术发展，后来的人们学会了让冰糖变得更纯净透亮的方法。制作白冰糖首先和黄冰糖一样，需要熬制糖液并初步结晶，但不同的是，在黄冰糖那一步结束后，
还要进行多一道精致脱色的流程。通常制糖厂会把黄增成的糖液进一步提纯过滤，并且添加二氧化硫进行脱色处理。二氧化硫是一种常见的食品添加剂，作用有点类似防腐剂和漂白剂，在很多干货制作中也会用到，比如有些浅色的果干，药材会用它来防止氧化变色。当二氧化硫通入糖液中，能使糖液中的有色物质被还原脱色，原本棕黄的糖浆就渐渐变得清亮无色，然后再经过离心甩干、低温慢慢蒸发水分等步骤，重新让糖结晶，最终得到的结晶晶莹剔透，洁白如冰晶。这就是我们常见的白冰糖。由于经过脱色漂白，白冰糖颜色雪白，没有一丝杂质的感觉。而且制糖厂通常会把白冰糖切割或敲碎成大小均匀的小块，再包装售卖，看起来颗颗玲珑可爱，十分讨喜。所以工艺上的第一个区别，黄冰糖经历的是较少工序的传统熬煮结晶，不经漂白，保留了甘蔗原汁的色香。白冰糖则多了一道深度精炼和脱色的工序，常用二氧化硫来漂白，使其颜色变白。正因为这个原因，白冰糖又有人称硫熏冰糖，听起来吓人，但其实食品级二氧化硫适量使用是被允许的。对此，有些朋友可能担心，加了二氧化硫的糖吃了会不会不安全？其实，只要是正规厂家生产，二氧化硫残留量都会控制在国家标准以内，而且在后续加热结晶过程中，大部分二氧化硫会随着水汽挥发掉。所以正常食用白冰糖并不会把硫吃进去太多，大家不必过于恐慌。但话说回来，如果制程控制不好，过量的二氧化硫残留也确实不好。例如挑选白冰糖时就有个经验，如果发现冰糖白得不自然，透明得像玻璃，那可能就是脱色过度，二氧化硫用量偏高的结果。这种过于晶莹剔透的冰糖反而要小心，可能品质不佳，吃多了对身体有害。最好的冰糖应该略微带一点点柔和的象牙白或淡黄色，而不是纯透明无色。这也是选购时的一个小技巧哦。紧接着我们来看看结晶形态的区别。刚刚提到黄冰糖通常是一大块多晶体，需要回家自己敲碎。白冰糖多半是小单晶体，颗粒整齐。这其实与它们的制作方式相关。多晶冰糖、黄冰糖是在一个容器内同时生成许多晶粒，它们相互粘连聚合在一起，就像一群兄弟姐妹手拉手长成了一个大家族，所以形状不规则，大小各异。相比之下，单晶冰糖、白冰糖则是让糖液更加纯净，控制在特定条件下形成孤立的晶体，一个晶种长出一个，彼此分开或易于分开，于是每颗晶体都长得比较完整独立，还带有明显的几何鳞面，看起来很像一块块小冰块或水晶石。一锅糖液如果想长出无数小巧匀称的单晶，需要精细的控制和切割，所以白冰糖才会呈现出颗颗大小相仿的卖相。而黄冰糖因为一锅熬成一大坨，厂家基本不去强求形状，只简单敲开大块便装袋，因此往往块头差别很大，有的大如鸭蛋，有的小如指甲，形态也各不相同。两者摆在一起，从外观上一眼就能区分。白冰糖晶莹剔透，小颗整齐，而黄冰糖金黄温润，块形随意。顺便说一个有趣的冷知识，冰糖这种晶莹剔透的结晶体，其实藏着些奇妙的物理特性。例如，如果你在漆黑的房间里用铁锤猛地敲碎一块大冰糖，会发现崩裂的瞬间，似乎有细小的蓝白色光芒闪了一下。这并不是你的错觉，冰糖碎裂时确实会发光，学名叫压电效应产生的发光现象。简单理解就是，晶体受到压力破裂时释放出了能量，以光的形式表现出来。古人未必知道其中科学道理，但可能也留意过夜晚敲糖时火花四溅的奇观。这算是冰糖的小魔法之一吧。下次不妨亲手试试，用力敲一块冰糖，看看能否捕捉到那抹神秘的亮光。当然要注意安全，别让糖渣溅到眼睛哦。说完了制作和外观上的区别，我们再来关心大家最在意的口感和甜度差异。
毕竟买糖最终是为了吃的嘛。很多人会理所当然地认为，黄冰糖颜色深，杂质多，甜味应该没那么纯，白冰糖那么干净，肯定更甜更好吃。这话只说对了一半。我们先从甜度来看，白冰糖严格提纯，只保留了蔗糖成分，所以入口甜度感觉会比较高，给人一种甜得很直接、很纯粹的感受。反观黄冰糖，由于制作时没有经反复提炼，其中除了蔗糖，还残留了一些甘蔗原汁的杂质和色素。这些成分其实让黄冰糖的味道更丰富，带有一丝甘蔗的清香和粗糖，独特的风味，但也可能掩盖或稀释了一部分甜味的强度。因此严格说，黄冰糖的实际含糖纯度可能比白冰糖略高一点点，因为它是直接从浓缩糖汁结晶，糖分相当饱和，但由于杂质存在，吃起来反而觉得没有白冰糖那么甜，听起来有点绕口。打个比方，白冰糖就像清唱一个高音，热响亮透亮，黄冰糖则像在甜味中混入了低沉伴奏，虽然甜，但是更圆润温和，不会甜得发齁。许多尝过的人都会说，黄冰糖的甜味更纯更柔，带点甘蔗本身的香气，而白冰糖的甜则更纯更甜，除了甜没有别的味道。也有人形容黄冰糖吃起来口感略为粗糙，可能因为其中微量杂质没那么细腻，咬起来不像白冰糖那样单纯脆爽。不过如果融化在水里喝，其实差别就小很多了。接下来我们深入挖掘一点，聊聊营养成分的不同。毕竟不少朋友喜欢黄冰糖，是听说它更有营养。黄冰糖因为制成简单，相对保留了一些甘蔗中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。甘蔗汁本来就含有钙、铁、钾、锌等营养元素，虽然含量不高，但全都溶在那黄黄的糖浆里。经过老冰糖的缓慢结晶，这些矿物质有部分残留在糖块中，给冰糖染上了淡淡的天蓝色泽。据检测，每100克黄冰糖中，除了约 99% 的糖分主要是蔗糖外，可能含有几毫克的钙和铁，以及微量的锌、镁、钾等元素，还有极少量的维生素。虽然这些营养数据看起来不多，但比起白冰糖几乎只有糖而无他物，黄冰糖的营养价值的确稍高一些。特别是民间常说的滋补效果，某种程度上就是指这些额外的天然成分带来的好处。除此之外，甘蔗中本身具有一些有机酸、色素和芳香物质，在黄冰糖里也可能残存，这让黄冰糖在中医食疗角度上功效更被看重一点。反观白冰糖，由于在精制过程中多次过滤、脱色，那些矿物质微量元素几乎都被洗掉了，最后呈现给我们的是接近纯蔗糖的结晶，纯度往往在 99% 以上。因此，白冰糖除了提供碳水化合物的热量，几乎不含其他营养素。在每100克白冰糖中，营养表可能也只有接近400千卡的热量，而矿物质含量微乎其微。用一句通俗的话说，白冰糖就是吃甜，黄冰糖还能顺便补点微量元素。不过，咱们也不能因此就把黄冰糖当营养品猛吃，毕竟无论白的、黄的，本质都是糖，主要成分都是蔗糖，过量摄入对健康都不利。在巨大的食用量面前，那一点点矿物质可救不了因糖过多带来的问题。所以无论哪种冰糖，再好也记得适可而止。甜食过量可是会带来肥胖、龋齿甚至增加糖尿病风险的哦。健康第一，糖再甜也不能贪嘴啊。说到健康，不得不提冰糖在药用和养生方面的传统声誉。很多人认识冰糖可能是从一道经典偏方开始的冰糖炖雪梨。每当秋冬干燥或感冒咳嗽时，长辈们总喜欢削个雪梨，挖空中间放几块冰糖，再加点川贝母，隔水炖得软烂，然后让我们喝汤吃梨。据说润肺止咳特别灵。中医的确认为冰糖性平，味甘，入脾经、肺经，有补中益气和胃润肺、止咳化痰、养阴生津等功效。本草纲目更是称赞冰糖最为滋补，在古代被用作温补的食材。注意，这里说的冰糖多指传统的大块冰糖，也就是黄冰糖。许多古方汤药都指定用大块冰糖来熬制，原因正是老冰糖杂质少于红糖、黑糖
味甘而性平，药效最佳。而白冰糖由于是后来的产物，虽然性味跟黄冰糖差不多，但民间总觉得它火气大一些，滋补作用略逊。从科学角度看，黄冰糖多的那些微量元素或蔗糖衍生物，或许对润燥止咳真的有一些帮助。例如甘蔗里天然的多酚，色素可能有抗氧化和滋润作用。白冰糖因精致而失去了这些附加值，所以作为润肺良药稍逊一筹。当然，这些差异不是天差地别，只能说聊胜于无。如果手边只有白冰糖，用来炖梨也一样能止咳润喉，只是在人们心理上总觉得老冰糖更温和滋润，所以在养生保健的用途上，一般会推荐黄冰糖。比方说冬天干咳嗽嗓子痒，泡个胖大海菊花茶里面，就习惯放块黄冰糖调味润肺，熬制滋补的汤水，如燕窝、银耳羹、人参汤等。老一辈讲究也爱放黄冰糖，觉得这样补而不燥，药效更佳。还有做一些民间止咳的小偏方，例如用白萝卜挖洞塞冰糖烤出糖汁，都会特意点名黄冰糖。这其实就是借冰糖的润肺作用和它所含的甘蔗精华，提高偏方效果。白冰糖呢，则更多用于一般的美食烹调，因为白冰糖的甜味纯正，没有其他杂味，能突出食品原有的香甜，所以特别适合制作甜品和糖果。像平时我们煮银耳莲子羹、红枣百合汤等甜汤时，如果用白冰糖熬出来的汤汁清亮透彻，甜味干干净净，能很好的衬托食材本身的香味。而如果用黄冰糖，汤色会稍微发黄，风味上也许更醇厚，但甜味中带一丝蔗香，有人也许更喜欢，不妨按自己口味选择。说到烹调，用途上的差别也很值得一讲。对于爱下厨的人来说，黄冰糖和白冰糖常常各司其职，并非随便能互换。最典型的就是炒糖色这件事，做红烧肉、红烧鱼、糖醋排骨等菜时，需要先用糖炒成焦糖浆给食材上色。老饕们都知道，炒糖色最好用黄冰糖。为啥呢？一来，黄冰糖本身带点棕黄色素，炒出来的糖色更红亮有光泽。二来，黄冰糖的结晶较粗大，含少量杂质，受热时融化和焦化的速度稍慢，不会一下子过焦，新手也比较容易掌握火候。用黄冰糖炒糖色，糖浆会呈现漂亮的琥珀色，带有独特的糖香，做出来的红烧菜色泽深邃诱人，味道也特别醇厚。而白冰糖因为纯度高，更易融化，如果直接用白冰糖炒，很容易瞬间就焦黑发苦，而且白冰糖不含其他色素，炒出来颜色浅，风味也略单薄。因此很多大厨都说，要想红烧上色好，记得放黄冰糖，这也是糖厂老师傅透露的小秘诀哦。除了炒糖色，炖煮补品也多用黄冰糖，原因前面说了，取其滋补功效更佳，而泡茶冲饮则更偏爱白冰糖。比如你泡一壶菊花、枸杞茶或柠檬蜂蜜水，需要加点冰糖调甜，放白冰糖最好。一来白冰糖甜味纯，不会抢走菊花茶或柠檬的清香；二来白冰糖颗粒小，更容易融化，很快就能释放甜味，不用久煮久泡。夏天很多人喜欢煮绿豆汤，银耳羹清热解暑，也爱用白冰糖，因为白冰糖去火的说法在民间也不少见，觉得它经过提纯没有杂质火气，吃了不上火，所以有句俗话，清热去火白冰糖。不过这属于食疗经验，科学上倒没明确证据白冰糖能降火，但至少它性平不燥，夏日用来调甜挺合适。有趣的是，在糕点糖果制作上也有一些讲究。举个例子，我们都熟悉的冰糖葫芦，一串串鲜红的山楂外裹着晶莹脆甜的糖衣，非常惹人喜爱。那么冰糖葫芦的糖衣是用哪种冰糖熬的呢？不少人以为名字就叫冰糖葫芦，肯定得用冰糖来熬糖浆。其实小贩们通常用的是白砂糖或白冰糖来熬制糖衣。白砂糖颗粒细易融化，快速熬出透明发亮的糖液，而且甜味足，做出来的糖葫芦糖壳薄而脆，一咬嘎嘣响，
如果用黄冰糖来做糖葫芦也不是不行，但糖液可能略带黄色，且因含杂质稍多，熬煮时容易起泡沫或提前结晶，导致糖衣不够晶透，所以追求卖相和口感，还是白糖更胜任。因此，想让糖浆或糖汁颜色清透亮泽，通常用白冰糖或白砂糖，而想让成品带点焦糖色或独特风味，就用黄冰糖。这就是他们在厨房里的双面人生，一边是无色甜蜜的白糖世界，一边是浓郁厚重的黄糖风情，各有千秋。说了这么多，有没有一种感觉，黄冰糖和白冰糖仿佛是一对亲兄弟，一个质朴浓醇，一个纯净玲珑，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。如果硬要问哪个更好，那真是见仁见智。如果你追求天然少加工，看重那微乎其微的营养成分，或者想在炖补品时获得更佳的养生效果，黄冰糖无疑是你的不二之选。它保留了甘蔗的灵魂，带来一抹蔗香和金黄，是传统风味的传承。而如果你更在意甜度、纯粹以及使用方便，比如泡茶、做甜点不想改变原有颜色味道，那白冰糖就是更好的帮手。白冰糖干干净净，甜得直接，又容易溶解，用途非常广泛。其实市面上很多饮料，糖果里的甜味说不定就是来自白冰糖呢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两种都备点在厨房，各取所长。煮汤、煮中药、做滋补甜品时放黄冰糖，冲咖啡、泡花茶、制西式甜品时用白冰糖。还有一点温馨提示，挑选冰糖时不仅要看颜色，还要留意干燥度和气味。品质好的冰糖表面干爽，不粘手，用手指捏不容易碎裂，太容易碎可能提前受潮变质了。无论白冰糖、黄冰糖，都要避开那种一捏就碎，表面发潮甚至发黏的，那多半是存放不当已经受潮，可能滋生了细菌，最好别买。闻一闻冰糖，正常的应该几乎无味，或只有淡淡的糖香。如果闻到刺鼻的异味或硫磺味，那可是大大的红牌，说明里面残留的化学物质过多或杂质有问题，千万别入口。冰糖的保存也有讲究，买回家后一定密封放在干燥阴凉处。冰糖很容易吸湿受潮，时间久了表面会溶出一层粘液，甚至长霉点。万一冰糖受潮了，可以拿出来放太阳下晒一晒，让水分蒸发，恢复干爽。但如果已经出现发黏结块甚至斑点，可能已经变质，为了安全起见，还是丢弃不要食用了。最后再分享一个生活小妙招，很多人觉得大块冰糖不好使用，每次为了敲碎它，弄得满桌子糖渣，甚至还不小心敲到手指头。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，可以快速把整块冰糖变成小块，用微波炉加热，将大冰糖块放在微波炉耐热碗中，高火微波加热个10来秒，根据冰糖块大小调整时间，一般鸡蛋大小加热10秒，稍大块15秒左右，时间不宜过长，刚刚好让冰糖内部受热变软即可，千万别加热到融化出糖水。取出后，趁热用手一掰，就能轻松把冰糖掰成小块，这招是不是很方便？当然，小心烫手哦，可以戴上食品手套或用毛巾垫着。经过这么一处理，冰糖从此告别榔头伺候，想掰多小块就掰多小块，特别省心。说了这么多，相信你现在对白冰糖和黄冰糖的差异已了然于胸。让我们来做个小结，黄冰糖古法制作，未经漂白，保留甘蔗原色原味，呈淡黄或金黄色，多晶大块状，甜味醇厚带蔗香，含有少许矿物质，传统上被认为滋补润肺效果更好，适合炖汤药膳和需要焦糖色的菜肴。白冰糖精致提纯，漂白脱色后得到色泽雪白透明，单晶小颗粒状，甜味纯粹清甜，几乎无其他杂味，营养成分较少，但甜度感受更高。用于饮品甜品，能提供干净的甜味，容易溶解，方便快捷，两者各有千秋，并无绝对高下。真正懂得烹调的人会根据需要灵活选择，要色香就选黄，要纯甜就用白。糖厂老员工也特别提醒，无论选哪种，
一定要购买正规厂商的产品，品质有保障，才能吃得安心。遇到包装简陋、来路不明的三无冰糖，尤其是颜色诡异，比如异常鲜黄或灰暗的，都不要贪便宜购买。结尾再强调一次，冰糖虽好，可不要贪多哦。糖的魅力在于适量使用即可画龙点睛，过量则可能伤身。学会正确选择冰糖，巧妙运用冰糖，你就能既满足口腹之欲，又兼顾身体健康。现在你应该对冰糖买白的还是黄的这个问题有了自己的答案了吧？下次站在超市货架前，面对白冰糖和黄冰糖，你再也不会犹豫迷茫，而是胸有成竹地拿起适合自己的那一包。希望这番深入有趣的讲解，让你对冰糖世界有了全新的认识。白的也好，黄的也罢，都是生活里甜蜜的源泉。愿你在今后的日子里选对冰糖，品味甜蜜，把日子过得像冰糖一样晶莹剔透，甜甜美美。